20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拿着外婆给的3块钱，兴奋地跑进了旧网吧，在一群表哥的围观下，非常不情愿地打开了一款单机游戏。毕竟我可不想浪费斥巨资换来的2小时快乐时光。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操纵着眼前这个花衬衫的男人，走出了那条梦开始的小巷。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年所有游戏都无法比拟的自由度。我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做那些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以及做到那些哪怕是成年后都无法完成的梦想。在那个一句英文单词都无法记住的年龄，我把飞车秘籍背得那叫一个滚瓜烂熟。但凡它是有用的英文，我至少还能混个英语课代表等等。可时过境迁，当我们最后一次骑着小电驴跃向空中的时候，殊不知这一跃就是20年。儿时的青春和校园早已离我们很远很远了。正是因为当时年龄太小，一心只想着触发6星通缉，从而忽略了游戏本身的剧情。为了弥补大家当年的遗憾，今天狂魔就借这个机会来为大家讲述这款承载了无数玩家青春的童年神作《侠盗飞车：罪恶都市》。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名叫罪恶城的城市，而一个极端家族的首领桑尼，为了教训破坏家族生意的人，于是便安排他手下的最强打手汤米·维塞迪前往了自由城的哈伍德地区。可就在汤米抵达以后，他却遭到了11个杀手的包围。为了采取正当防卫手段，汤米只能反包围了11个杀手。最后汤米因为防卫过当，导致他禁区踩了15年的缝纫机。15年转瞬即逝，汤米也成功踩烂了缝纫机。恰好这时极端家族首领桑尼想要在罪恶城的南方开展极端面粉的生意，毕竟面粉这东西不但量大管饱，还可以做出各种美食。可碍于桑尼的家族不能直接出面做这种极端生意，于是他们想到了刚出来的汤米，这个曾经反包围11名杀手的哈伍德屠夫，就是他们用来趟这趟浑水的最佳人选。不久后，带上巨款的汤米抵达了罪恶城的机场，前来迎接他的是有点神经质的律师肯。他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与当地的极端面贩万斯和兰斯兄弟俩开展商业合作。很快，他们便驱车来到了交易码头，而面贩兄弟也驾驶直升机降落。哥哥万斯提着货物走了下来。就在双方交易即将完成的时候，一伙全副武装的不明势力竟然偷袭了他们。猝不及防之下，万斯和2名保镖当场殒命。弟弟兰斯驾驶直升机离开，汤米和律师肯也赶紧开车逃离。惊魂未定的2人逃到了律师肯办公室外的巷子里。他们各自分开后，汤米回到了自己住的海景酒店，拨通了极端首领桑尼的电话。当桑尼知道这场交易失败，甚至还钱货两空的情况后，怒不可遏的他瞬间破防，立即对汤米破口大骂，并让其补偿损失。尽管汤米心中也憋着一口气，但他只能强压怒火，向桑尼做出保证，一定会将钱和货拿回来。在将酒店的电话挂断以后，汤米前往了律师肯的办公室。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抢走他们货物的人。可现在一贫如洗的汤米想要找到线索，只能先在罪恶城扎稳脚跟。在肯的帮助下，汤米换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并向路人借来了一辆炫酷的摩托，一路前往码头参加一位小国上校举办的派对。整座城市的大咖都来到了上校的游艇上，而这些光鲜亮丽的大咖们私底下却都在做着极端致富的勾当。上校作为之前交易的牵头人，自然也知道了汤米被抢走货物的事。他其实也在调查幕后黑手，但这种事情还是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查清楚。上校也是毫不吝啬，让自己不带奔驰的女儿梅赛德斯照顾一下汤米。梅赛德斯也对一表人才的汤米瞬间有了好感，于是便向汤米介绍起了派对上的重要人物，其中不乏有业界高层、当红女明星以及房地产大亨，甚至还有乐队领唱和导演界的鬼才。但最重要的一位还得是罪恶城龙头大面枭迪亚兹。就算是开放的梅赛德斯，一见到这位大面枭迪亚兹，也会显得非常的反感和不自在。可见迪亚兹这人霸气歪楼。于是汤米骑上借来的摩托，带着梅赛德斯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当务之急还是得找到被抢的货物。为了寻找线索，汤米在律师肯的建议下，前去拜访了一个叫保罗的人。以他对罪恶城的了解，一定知道被抢货物的去向。果不其然，乐于助人的保罗在明白了汤米的困难后，立即说出了一家酒店的大厨最近在厨房偷偷卖面粉做的烤面筋，赚的那是盆满钵满。毕竟汤米前脚没了20公斤面粉，后脚这个大厨就卖起了烤面筋。汤米想也没想，赶紧前去找到了大厨。大厨也是一个狠人，对着汤米来了一句你瞅啥以后，便立即拳脚相向。汤米无奈之下只能拿起火箭筒自卫。与此同时，之前与汤米进行交易的面贩兰斯也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因为哥哥万斯的死，兰斯也在调查杀死哥哥的凶手。尽管2人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汤米还是觉得做个独行侠挺好。在与兰斯分别后，大厨这一条线索也断掉了。再加上如今的汤米面临着身无分文的窘境，于是律师肯给汤米介绍了一个罪恶城的房地产大亨艾弗里。艾弗里想要教训一下不愿将地皮卖给他的送货公司。为了碎银几两，汤米前去送货公司的工地上捣乱，彻底搅黄了他们的生意。艾弗里见汤米确实有些本事，于是给他安排了更多的任务。汤米先是前往无法携带武器进入的高尔夫球场，劝退了艾弗里的竞争对手。为了帮助艾弗里拆掉已经被对手盖好的办公楼，汤米只能操纵起了号称童年噩梦的遥控直升机，对办公楼进行了完美拆迁。做完这一切，汤米暂时缓解了经济上的困难。在见识到了汤米的办事效率后，有权有势的上校表示可以全力调查被抢的货，当然帮忙也是有条件的，汤米必须为上校做一些事情。恰好他手下有个背信弃义的侏罗，需要汤米这样的人才去处理，毕竟闲着也是闲着。汤米毫不犹豫地送走了这位侏罗。之后他又帮助上校从快递员那里索要了价值不菲的法国制导芯片，但这也就此为上校埋下了祸根。见汤米勇武过人，上校再次给他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前去拿回一个会经过城里的军事装备。想到此行的凶险，汤米不得不驾驶珍藏已久的坦克前去拿回军事装备。当汤米来到目标位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上校想要的竟然也是一辆坦克。为了完成任务，汤米只能开着坦克前去抢走了另外一辆坦克。做完这一切，之前被抢的货物似乎也有了一些眉目。
幕。不久后，上校受到了大面枭迪亚兹的保护委托，于是他便安排汤米前去保护迪亚兹交易面粉。毕竟汤米自己被抢的货物也是面粉，迪亚兹又是罪恶城的大面枭，或许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线索。就在汤米准备启程的时候，想要为哥哥报仇的兰斯也跟了过来，想要帮忙。汤米见多了个帮手，索性也就答应了下来。二人一起前往了交易现场，凭借过人的身手，汤米轻松便保护了迪亚兹，甚至还从妄图抢走货物的海迪帮手里拿回了迪亚兹的面粉。在见识到汤米的本事后，迪亚兹抛出了橄榄枝，而汤米和兰斯在之后的时间里，不但帮助迪亚兹清理了手下吃回扣的犹太人，还为他取得了一艘东海岸最快的船，成功获得迪亚兹的信任。经过了长时间的相处，汤米和兰斯也逐渐成为了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他们也终于查出了杀死哥哥万斯和抢劫货物的主谋，而这个主谋正是大面枭迪亚兹。兰斯在知道了这件事后，想要立即前去为哥哥报仇，但汤米却觉得时机还未成熟。可兰斯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趁汤米不注意的时候，独自前去找迪亚兹寻仇。仅凭兰斯又怎么可能是一位大面枭的对手？结果只能落得偷鸡不成18米的下场。在得知了兰斯的情况后，汤米也顾不得自身危险，立马召唤坦克，径直冲进了被大量敌人占据的垃圾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汤米对自由的向往。兰斯得以侥幸活了下来。如今他们和迪亚兹彻底撕破了脸，既然斩草，那就必须除根。二人仅凭一把火箭筒便杀进了迪亚兹的豪宅。在如此敌我悬殊的差距下，他们还是克服艰险，迎来了大仇得报的时刻。就这样，汤米在解决了这位大面枭以后，不但在罪恶城声名鹊起，还勉为其难接管了迪亚兹的豪宅。上校也为汤米的英勇事迹而感到高兴，但因为之前他索要法国芯片的事，让法国人对他展开了追杀。迫于无奈，上校只能想办法离开这里，毕竟算是老友了。汤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上校，乘坐游艇安全的离开了罪恶城。上校临走前还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梅赛德斯托付给了汤米。如今的汤米已然成为了罪恶城的新兴势力，但碍于根基不够深厚，汤米先是想办法通知了那些曾经属于迪亚兹手下的商场和酒吧等产业，并且之后的一段时间，汤米甚至购买了罪恶城的大量资产，无论是出租车、印刷厂这样的行业，甚至是电影制片厂都被其收入囊中。为了给电影制片厂撑场面，他还找来了蜜糖和梅赛德斯前往制片厂担任主角。毕竟汤米答应过上校要照顾好他女儿，当然汤米也必须得到其他势力的支持。他帮助爱之泉乐队如愿完成了一次现场演出，还帮助当地的摩托帮、古巴帮、海地帮等势力解决了各式各样的麻烦，并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期间，兰斯向汤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为兰斯并不甘心自己只是一个手下。汤米甚至经常在其他手下面前不给兰斯面子，对兰斯进行责骂和斥责其无能。听到来自兰斯的抱怨，正值意气风发的汤米并没有太往心里去。随着事业的突飞猛进，汤米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罪恶城之王的宝座，而汤米的所作所为自然也被昔日的老大哥桑尼看在了眼里。作为一个庞大的极端家族首领，桑尼见手下胆敢独立门户，于是便立即派人前来接管汤米的产业。对于汤米来说，这一切都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他又怎么可能拱手让人？况且自己当年已经为家族踩了15年的缝纫机，该还的情早就已经还了。汤米毫不犹豫将桑尼派来的手下全部劝了回去。桑尼在知晓了情况后，准备立即带人来找汤米算账。考虑到桑尼背后强大的家族势力，汤米并不想与老大哥全面开战，于是他便高仿了300万的假游戏币，试图就这样蒙混过去。很快，汤米再次见到了桑尼。老大哥这一次来，其实也并没打算让汤米活着。桑尼索性也就透露了一些真相。原来当年包围汤米的11名杀手，正是桑尼设下的圈套，意图将汤米这个暴脾气的手下灭口。闻听此言，汤米立马让其拿钱走人。但随后的一幕却令汤米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兰斯这个汤米最信任的手下，竟然早已叛变。他没有丝毫愧疚地告诉了桑尼现今的位置。面对兄弟的背叛，汤米心中瞬间燃起了无尽的怒火。No, I just wanted to piss you off before I kill you. 下一刻，汤米仅凭一人之力死守住了装满现金的保险箱，并亲手结束了兰斯这个叛徒的生命。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老大哥桑尼，也倒在了雨点般的子弹之下。一场大战过后，只剩下了失神的汤米，孤独且落寞地坐在台阶上。本想逃走的律师肯不可置信地来到了汤米的面前，平复了一下心情。汤米告诉律师肯，如今再也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了，他已经彻底巩固了自己罪恶城之王的地位。这也代表着属于汤米的时代结束了，但未来的 CJ 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是修边狂魔，咱们圣安地列斯再见。